它不仅仅讲治病救人，它更讲人对于生活的态度和看法，以及一些我认为中医里面有一些哲学的思考，所以它是一个全身心的洗礼。在生活中积累一些经验，包括对于表演有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心态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以一个轻松和乐观的态度和视角去看待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任何的情况下，压力排在第二位生活中的兴趣点放在第一位，观察那些美好，观察那些让我们向往的东西，并且为之付出努力，就会有好的收获的。我觉得，这就是乐观。接下来就是很想跟谁合作是吧？对。其实我还想跟刚哥再合作一下，就是想去尝试一下不同的性格的人物关系。比方说我们还演父子，但这个父子之间的这个，我希望就产生另外一个走向的化学反应，很想看看是什么样。因为刚哥对我的启发很大，因为他身上我看到了特别的以身作则的去告诉我们年轻人，就是前一天晚上做好功课，第二天到了现场不带剧本，这是一个夜以继日的这样的一个坚持啊。所以说，向这种榜样学习吧。而且现场还有很多的榜样，还有秦海璐老师，这是我单位的大前辈。在那个戏剧舞台上有没有什么成绩？这也不敢说成绩吧，但是我个人确实是对这个戏剧舞台非常的感兴趣，而且这个单位一有任务回去排练，我都特别开心。我每天都在享受那种固定上下班的日子每天都在享受那种不熬夜，但是呢，在排练厅要付出相当精力的日子。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收获吧，收获。而且站在舞台上千锤百炼之后，跟观众们见面，你收获掌声的那一瞬间是无与伦比的幸福。那影视表演形式吧，对你来说，目前来看，你觉得体验感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吧，还真是跟像吴刚老师跟江山老师还都讨论过，包括跟这个我们单位的一些前辈老师问过这个，说，老师，我们这个镜头前的表演和舞台上的有什么区别吗？那第一个就是自己不要刻意的去把它做区分，就是我这演了话剧了，我一定要装个腔做个势去表演，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么演影视剧了，也不要说因为说这个镜头离得比较近，担心自己的这个微表情啊，或者说一些细节的处理。就第一个是大胆不把它做一个明显区分。第二个其实就是表演力度的控制这个还真是跟吴刚老师好好请教过。这个力度的控制不代表我这个人物的处理要改变。所以呢，不管是对于镜头前的表演，还是话剧舞台的处理，它的思考和它的设计是一样的，但是它要呈现出来的部分，它需要控制力度，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明白。那除了表演，你也有唱歌和跳舞吗？你觉得这3种表演形式展现自己的形式，哪一种是更能释放你的真我呀、天性？我觉得都能释放，但它表演方式不一样。因为这个角色表演它是服务于角色它呈现的是一个人的这个所谓的塑造。那么唱歌也好，舞蹈表演也好，它里面也是有角色塑造的，但是魅力是一样的，但是它可能更趋于这种主观的表达当然就是像这个歌曲当中还是舞蹈作品当中，它有这种叙事表达了，那一定呈现的也是角色。所以我是觉得区别不大。明白。那你接下来或者说2024年，你打算怎么去平衡自己作为演员？挺好的，不需要平衡，就有机会好好珍惜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歌好好唱，舞蹈好好跳，戏好好演，话剧舞台好好排练，好好呈现给观众，就是这样。